嗨，baby 们，我是你们的挖妹小甜。最近翻拍剧好多，如果说有哪部翻拍剧我不用看就觉得会破盖的，那就是这部翻拍自日剧《交响情人梦》的蜗牛与黄鹂鸟了。脱水之后的收视率更是不能直视，它的作用是来衬托隐秘的角落到底是有多好看，以及被芒果台用来田忌赛马。对打的是中老年大叔大妈的最爱，娘道导演著名地控郭靖宇的最新力作《小娘惹》，收视率更是惨淡呀。想看我吐槽小娘惹的话，请在弹幕上打1。当然，最让我不爽的是，他后期评分居然还回升了。请看我如何吐槽这部剧。首先，这部剧劝退观众的就是林允。确实，《交响情人梦》的女主角真的太难演了。野田妹的设定是一个有点迷迷糊糊的女孩，还是个钢琴天才，还是个缠男主身子的变态，一不小心就会演成智障。韩版女主是由沈恩京扮演，这位妹妹可是影后，但演起野田妹效果也并不理想，更别说挑战野田妹的是林允了呢。林允在微博甩锅是人设的问题，他以为观众没看过他以前的作品。恶作剧之吻里，我们已经领教过他摇头晃脑的演技。彼岸花里，他把失恋演成面瘫，把活泼演成疯疯癫癫。Oh my god！ 这次他把智障派演技发挥到了极致。这部剧里，他叫方小窝，和陆小葵、白小鹿肩并肩包揽下了今年的智障女主名单。温馨提示：千万不要相信他前面有点浮夸，在后面就好了的屁话。每当你觉得他开始正常了一丢丢的时候，下一秒他的表情就开始崩坏。我不是很明白，表现花痴为什么要强行咧嘴，这个笑容真的是太不自然了。有一场特别可怕，男主在指挥的时候，他在后面微笑的样子，让我梦回真朋友 AB 坐在朱一龙后面微笑，仿佛要啃人头皮的场景。救命，好恐怖！谢谢林允为我拔草了烤瓷牙。看到美女总是瞎搞脸，我的心真的很痛。离开了星爷电影，林允接的戏的质量非常差，追求数量不求质量，只想赚钱，也没有花什么心思在演技上。他可能更适合带货，继续做广告商爸爸们的第1名吧，去小红书发挥你的事业。这部剧我最惋惜的是小张，我觉得小张是能演千秋王子的，他有学霸的气质，而且沙雕搞笑，我们小张也可以的。本来我已经脑补了小张一脸冷漠的敲门，结果被门撞倒在地的场景，而且我们的小张会弹钢琴，哇，更加分了。结果这和隔壁韩版男主朱远一样的发型，还有这个眉毛，是认真的吗？真的是太让人窒息了。但是你说剧烂责任全在林允和小张的发型吗？ No no no， 即便换个女主，蜗牛与黄鹂鸟的剧情也是不咋地的。baby 们，一部剧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剧烂的话，如果槽点突出，雷点很多，那还有点讨论度。蜗牛最可怕的就是无聊，除了林允的演技，他的槽点都平平无奇。原版《交响情人梦》最大的看点就是它激发了观众对古典乐的兴趣，它是很多人古典乐的启蒙。不懂音乐的观众看了这部剧也会觉得，哇，交响乐好有趣啊！没错，音乐才是《交响情人梦》的灵魂。蜗牛打着用心宣传音乐的旗号，但拍出来效果却并不怎么如意。音乐部分拍的平平无奇，还让人看到昏昏欲睡，因为演奏乐器的片段就拍得很伪呀。这部剧号称是演员们都是懂音乐的，就连不会乐器的林允进组前都是有培训的。好，让我们看看效果怎么样呢？张新成一个会弹钢琴的，给他直接弹奏的镜头都很少。林允不会弹钢琴，那就更惨了。镜头一到他弹钢琴的部分，就是他的上半身加手替，特别是男女主合奏的时候，男主远景弹钢琴加女主手替镜头，要不就是疯狂切女主上半身的镜头，要不就是镜头移过去遮住女主角，女主愣是没有和自己的手同框过。好不容易终于出现女主角亲自弹钢琴的镜头，结果拉近一看，这个小围子居然还翘了起来。我能理解你没有钢琴基础，但你这个错误也太明显了吧。原版男主演玉木宏也不会弹钢琴，但是他有学指法，身体会随着音乐节奏摆动，镜头有很多次带到手的镜头，看上去还像是那么回事。再配合上快节奏卡点的剪辑，不容易让观众发现 bug。再加上他这个角色的设定是钢琴系转指挥，钢琴演奏的戏份也没那么多。但是女主角野田妹这个角色就不一样了，她有大量的钢琴演奏环节，上野树里本身就有钢琴基础，再加上足够努力的练习，不虚。但是蜗牛林允不会弹钢琴，剧组和演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培训，也并不很想培训，怎么办呢？大量删减女主弹钢琴的剧情，所以你看到原版女主努力练习弹钢琴的片段没有了，女主在比赛中沉浸式的表演简短了，敷衍了事。天热，本剧的女主角都不怎么弹钢琴了，怎么突出她的成长呢？请问这部剧还看个屁呀！
好不容易有了正式的演出，终于有了点女主弹钢琴的镜头，结果依旧是大部分手替镜头。有手替可以，但能不能不要滥用？滥用也就算了，你能不能和手替老师统一一下？手替老师弹得那么激烈，你弹琴的表情怎么这么漫不经心？身体动作幅度基本没有啊！而且女主角的设定是有着超强天赋，秒杀其他人的钢琴天才。结果以情敌的那位弹的都比女主角有感染力，这么一对比，这样粗糙又不走心的演法，怎么让人相信你女主角是独一无二的钢琴天才呢？就不能请一个会弹钢琴的演员来演野田妹吗？最让我不能忍的是角色们的成长啦，也是敷衍了事，拍得很水。男主监督女主弹琴，原版是日以继夜对女主进行了不间断的魔鬼训练，新版一晚上就完成了。原版男主想要办好 S 团，认真研究乐谱，这边基本没有。蜗牛里老师指出了男主的问题，你的表演要加多点自己的表现力啊！我懂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钢琴老师说了一句话，他就立刻懂了。铺垫呢？成长呢？别人对他的激励呢？这也太突了吧！原版老师让千秋的演奏有自己的风格，千秋一直很疑惑，不知道怎么做。但是看了 S 团自己组织的乐队，他豁然开朗，更加明白了老师选这群吊车尾组团的原因。没有男主和老师的 S 团演奏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，一群人中二又可爱，力比下就是我们的彩虹合唱团呀！这也是交响情人梦打动观众的一点，它是日剧传统励志的风格，没有一个坏人，配角不是背景板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即便在两位主角的光环之下，其他热爱音乐的配角也不会黯然失色。他们或许没有野田妹的天赋，也没有千秋的完美，但是他们也有着热爱音乐的一颗心。特别是 S 团，他们是吊车尾组成的团，千秋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了他们，他对音乐的执着激励了这群人，而 S 团对音乐的热爱也感染了千秋，双方是相辅相成，共同进步的关系。这段演奏会我看了很多遍，每次看都觉得热血沸腾。蜗牛是怎么拍的呢？ S 团这边辛辛苦苦准备的演奏会，用女主的几句试图感动你的旁白就带过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而且男主为了准备自己的演奏，他都没有来看表演哦。这些剧情很重要啊，没了这些角色们的成长在哪里？而且蜗牛还加一些与主线无关的剧情，又是我们喜闻乐见的配角加戏，比如拍一大段男二女二逛街，男二出轨抛弃女二，男三女三大段闲聊。请问这些对剧情的发展有帮助吗？又臭又长，只不过是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扁平的纸片人。重要的铺垫不好好拍，疯狂注水无关的情节，这个制作团队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拍角色们之间的羁绊，也没有拍出他们对音乐的热爱，观众也不会被感动，这直接导致它变成了一部悬浮剧。讲道理，我觉得还不如让闪光少女的制作组尝试一下嘞。OK， 音乐成长部分拍的不咋地，那就磕糖吧。毕竟可爱怪咖少女倒追高冷钢琴丸子，这不就是传统少女漫的剧情吗？一定会碰撞出很好的火花呀。原来男主角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要求苛刻，让无数人胆寒，时不时暴揍女主。女主是一个生活邋遢、性格古怪但天真善良的钢琴天才。蜗牛千秋温和了很多，野田妹也没那么邋遢了，看似美化了男女主，把他们的缺点都淡化了，却失去了他们的特色。千秋力求完美，却少了点人情味，而野田妹是太过懒散，浪费了自己的才华。一个学院派，一个自由派，两人是非常互补的呀。一个变成了流水线上毫无特色的甜宠剧暖男，一个变成了存在感稀薄的女主角，两人价值观的冲突和碰撞也没了，看点也少了很多。再加上千秋和野田妹这么长时间才在一起，是因为他比较傲娇，再加上他觉得野田妹是一个变态，他明明已经动了心了，但还是在做无谓的挣扎。我不要和这个变态在一起，最后直接放弃了，非常搞笑。改动之后，女主也没那么变态了，男主也没那么傲娇了，就让人觉得他们怎么还没有在一起？他们为什么不在一起呢？原版的恋爱部分就拍得很让人怦然心动，千秋走路的时候都会在想 S 团和野田妹在做什么。听到野田妹的声音，她的嘴角都不自觉带了点笑意。你看，这个时候她已经开始沦陷了。野田妹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最近不过来蹭饭了，你要一个人吃饭了，前辈
不要太想我。千秋怒了，什么鬼？一个菜贩子居然这么理直气壮！哦，就什么的 Daisuke。新版这边能把原来让人心动的场景拍得这么平淡无聊，也是不简单啊！镜头经常迷醉，这样的构图还持续了好几秒，是几个意思？你说他做了本土化改编，但拍的依旧悬浮；你说他去掉了二次元夸张元素，但是也不接地气。感情戏还不如国内的甜宠消亡剧来得甜呢。以上的种种让这部剧变成了一部四不像。为什么《交响情人梦》是被大家认为最成功的漫改电视剧之一呢？首先是他对漫画看成1:1的超高还原度，为这部剧增加了沙雕二次元的气息。在音乐方面，剧组一看就是做了很多功课，背景出现的音乐都是渲染剧情的。野田妹终于亲到千秋，用的是莫扎特的《费加罗的婚礼》，观众和野田妹一起雀跃了起来。千秋醒来，发现自己在脏乱差的房间里拼命打扫，用的是野风狂舞，和蟑螂乱爬的场景完美吻合。千秋想起儿时坐飞机的意外的时候，配的是威尔第安魂曲，伴随着绿幕红的冲突，真的是又惨又好笑。但同时，这部剧的音乐氛围更加浓厚了。上野树里演野田妹沙雕却不浮夸，反而非常可爱，含着泪委屈的样子让人心生怜爱。玉木宏穿着白衬衫的千秋王子，特别是躺在椅子上休息那段，想必无数观众已经魂穿野田妹上去对她为所欲为了。两位演员对《交响情人梦》系列牺牲蛮大的。上野树里为了弹钢琴腱鞘炎发作，玉木宏疯狂练习指挥，两位更是贡献了自己的无数演绎。除了对音乐的热爱，最让我感动的依旧是他传达的爱情观。再一看，好像是传统少女漫的剧情。野田妹斗追千秋，为了追上爱人的步伐，她努力练习，参加比赛，只为争取留学的机会，但还是失败了。千秋安慰她，并傲娇邀请野田妹要不要和她一起去欧洲，这已经算是间接告白了。但是野田妹一口拒绝了，她觉得钢琴比赛让她不开心，伤心回老家了。但也是有属于自己的小骄傲和小追求的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场戏，被拒绝之后的千秋还是鼓起了勇气，打车专门跑去野田妹的老家，想要追回野田妹。在路上刚好看到了她，不知情的野田妹还在傻乎乎的打着电话，说自己还是很喜欢音乐，还是很想和千秋一起留学，并开始了未来的畅想。千秋听得又是感动又是开心，冲上去抱住了他。夕阳下的告白这段太美了。插播一下，蜗牛这里拍得很没有感觉。哇，你在这里啊？对呀，我来着。野田妹很清醒，她知道如果没有音乐，她没办法和千秋在一起。她意识到自己和爱人的差距之后，鼓励帮助千秋留学的同时，她也努力练习，两人一起追逐梦想。好的爱情是相互影响，共同进步的，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啊！交响情人梦成为无数人的日剧初心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呀。好了，今天挖妹就讲到这里。你对蜗牛与黄鹂鸟交响情人梦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。不要忘记推荐、收藏、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挖妹呀！关注哇哇哇妹，挖妹在这里等你哦。